起你灰尘，不要视线，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仿佛生活出现了缺，却不会从前。刹那间，一切变得很荒野，伤痛划过指尖，来不及耶。一转眼之间，我已无法改变，好像是手脚绑了线，却视而不见，寻找平衡点。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需要平衡点。给我点空间，可以选前，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不相信再失去知觉。喧嚣踏遍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无谓的脸，表情一成不变，心推手不前，心走得比时间快，开始看未来，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空气里会沉溺，终模糊了视线，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带点腐坏的感觉，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Okay, today I'm going to teach the both of you 6 things you must remember, okay? First, you must shower and wash your hair every day, okay? Second, must brush your teeth morning and night. Third, must cut your nails once a week. Fourth, must wash your hand before you do cooking. Fifth, must wash your hand after going toilet. And sixth, the most important, okay? Must listen to your boss. Whatever he or she asks you to do, you must do. Very good. 哎，迪亚迪亚，我看这些都是普通常识，不用教了吧？不懂啊，这些人很多是从乡下来，没读过什么书的，很多普通的常识他们都不懂的。妈咪，如果他们像你说的那么糟糕的话，刚才你说的不是白说了？Why？ 因为他们没读过书，又住在乡下那边，那怎么听得懂英语啊？哎，拉拉说的有道理啊，那怎么办？你放心，这2个是我精挑细选，他们绝对听得懂英文的啊。You sure? Sure, of course I'm sure. 我看我们还是 play safe 比较好，让我来 test 他们啊。You two understand what ma'am say just now? 你看他们懂得点头，就表示他们听得懂啊。不管你们说什么，他们都会点头的啦。说的也是啊，哎，我听人家说这些女佣，不管她们听得懂听不懂，都只会点头哦。哎，never mind，我 try。You two come here and play, not to work, right？ 那你看，我都说了，他们听不懂的。暂时听不懂不要紧的，可以用 body language 吗？动作也是国际语言嘛，大家会明白的，你说对不对？啊，点。对哦，body language 哦，有道理有道理。反正嘛，你是最厉害的嘛，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你只要点头说好，说 OK， 那就好了喽。哎 ，hello， 你说什么啊？哎呀，现在最重要就是把这2个女佣教好，对不对？好。哎 ，OK。二姐，你不是说你不再请女佣了吗？怎么又来了2个啊？他们不是我请的，他们是我的赚钱工具。你该不会是要把他们推入火坑吧？你发神经啊，胡说八道什么？家福啊，其实我和二姐正在做女佣代理，这2个女佣正在接受我们的训练，等把她们训练完之后，我们再帮她们找雇主，把她送出去。那在没有找到雇主之前，他们不是一直要住在这里喽 Of course 啦，当然啦。哇，你们真的很厉害哎！做交友热线又做女佣代理，生意是越做越大喽。哈，这点叫大，你都不知道，有一些人一做就做几10样的生意啊。就像你们以前那样嘛。家福。哎，不行啊，不行啊！如果你们的女佣越来越多的话，那我们这个家不就变成了变相的难民集中营了？哎呀，不会的。那等他们找到雇主之后，我们再接新的女佣来，2个走，2个来，那不就没事喽？对咯，你放心好了啦，现在的女佣需求量那么高，no problem 的啦。哎，
对了，你刚从医院回来，发的现在怎么样了？人是没事，不过精神状况还不是说很理想。护士说，老爸常常一个人发呆，什么话都不说，真叫人担心啊。反正阿公通常都是一个人发呆的嘛。李亚，我们不是答应他要重建快乐鱼吗？哎呀，那天只是说说而已嘛，不想让他老人家伤心。重建快乐鱼这艰难的任务，不是像我们这种小人物能够做到的。是啊，我们都是小人物哦。我是王耀祖，如果是王祖耀就好了。其实老爸也知道我们是在安慰他的，怎么有可能重建得了快乐鱼呢？哎呀，我们大家都够忙呢，即使真的要重建快乐鱼，也需要一段日子的。啊，对了，医生说老爸明天就可以出院了，不过他建议要有一个人在家里看住老爸。哎呀，那绝对没有问题。就算我们不在，有他们在吗？他们可以帮忙照顾Father的吗？哎，照顾老人也是一种训练呢。这是做 agent 的好处啊，可以利用他们赚钱，又可以叫他们帮忙做家务，又可以照顾Father，一举三得啊！哇，迪尔，你好厉害嘞！喂，谁找兰呢？哦，Michelle 哈，Michelle，你等一下哈，Michelle。女孩子。迪尔，你何必管兰娜管那么严呢？你老是接听那电话，那不太好的。姐夫说的对，小孩也有人权的，我觉得你应该尊重娜娜。等你有我那么漂亮的女儿再说吧。迪尔，我是为她好，我不想她以后后悔呀。嗨，哎，那么快就到了？你妈没有怀疑你吧？当然没有啦，不然我现在怎么来呀？不过算你聪明了，知道我妈咪会 check， 懂得叫米少打电话来。当然了，如果不想个厉害的办法，怎么可能瞒得过她呢？好啦，聪明人，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你妈咪站住！妈咪，你听我解释。还有什么好解释啊？说跟米莎去图书馆，原来是约了男孩子出去，居然用这种方法来骗爹地跟妈咪。还好你妈咪聪明啊，要不然岂不是被你们骗过去？迪尔，冷静点，有事慢慢说嘛啊。怎么冷静？怎么慢慢说？你女儿现在连和外人撒谎来骗我们啊，爹儿！安蒂，我们不是存心要骗你的。哈，你不是存心，那你是故意，对不对？你讲是不是你叫拉拉这样子做的啊？妈咪，不关 Sky 的事，是我打电话约他出来的。约朋友出去有错吗？安蒂，不关拉娜的事，是我不对。当然是你不对了，难道会是我女儿不对啊？看你的样子啊，18岁都还没到，就学人家追女孩子，哼！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妈咪，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朋友啊 ？Sky, I think you better go first. Yeah, you better leave， 不要再找拉娜了哈 ！Go go go！ 妈咪，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什么过分啊！我是为你好啊，拉娜。妈咪跟你讲过多少次，你现在这种年纪最重要读书，不要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Sky 不是不三不四的人，你还要跟妈咪顶嘴啊？好了，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吧啊。我已经不是3岁小孩子了，我分得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呢。你讲理一点好不好 ？You're so unreasonable, I hate you。你讲什么？你现在居然为那个臭小子来 hit 妈咪？You！迪尔，这里是公共场所，不好看啊。他要打就打咯，他这么爱面子，我相信他不敢在这里打我。点走！拉娜！哎呀，爹啊，你干嘛要替他挡嘛？我教训女儿，你还要替他挡，痛不痛嘛？你看你女儿态度多么差，让我好像泼妇一样，好痛啊！你现在知道自己像泼妇了啊？去，你还有心情开玩笑？迪尔，说真的，你也太大惊小怪了。说不定拉娜跟那个男孩子只是普通朋友，你干嘛那么紧张呢？怎么不紧张的？上一次他瞒着我偷我的皮包去卖，这一次又开始讲骗话约男孩子出去。还有啊，你忘了上回的事啊？哪件事啊？网络色情狂了，你忘了？还不是差点把拉娜给骗了？哦，那是上一次嘛。不过像兰娜这么聪明的女孩子，应该不会重犯错误的啊。李儿，
事情很难讲的。喇嘛就是太聪明，我才担心啊。他这种年纪啊，最容易给男孩子骗的，而且他是越来越不像话。我们还是看紧一点比较好啊。你要不要再宠他了？哦，好了，别再生气了。那你对，你全对，你都是为了女儿好，也为大家好。那有什么用？人家还不是把我当成瘟神一样。谁把你当瘟神啊？你可是我心目中永远的女神。哎，法德，好的。你好一点了吧？啊，法德。哎呀，法德，外面天气那么热，你要不要先冲个凉啊？法德，你肚子饿不啊？我叫女佣帮你煮点东西好不好？爸，不如你先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先扶老爸进去了。哎，老爸，走好，法德。让他去吧。雅喜啊，他样子那么糟糕，什么医院肯让他出院呢？是啊，哎，他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做傻事的？医生说他已经没事了，只是在情绪上还是有点不稳定。哎呀，那些医生只是巡访1、2次，怎么会清楚法德的情况？就算不做傻事，那他每天这样看不开，会不会以后像阿公一样得到老人痴呆症啊？哎，姐夫，你说什么啊？你在诅咒我老爸？没有啦，我只是打个比方了哦。放心吧，既然我们答应他会重建快乐鱼，我相信过些日子他应该会好起来的。哎呀，不是吧，雅喜，你来真的？我还以为你说说而已。你不是安慰老爸？对呀，要重建快乐鱼谈何容易的。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好好商量一下。商量重建快乐鱼？对呀。哎呀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啦！讲难听一点，我是怕法德等到2脚踏进棺材那一天，我们都重建不了快乐鱼啊！二姐，我是实话实说嘛，人始终都是会死的，我又不是咒我自己的法德。其实二姐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家现在什么都没有，怎么重建快乐鱼啊？只要有心啊，只要有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有心还不够，我说最重要的是要有钱。那要重建快乐鱼，就要解决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都不用谈。哎呀，现在讲什么都没有用，最重要是看好法德，不要让他再做傻事了。对，那要时时刻刻有人看住他。哎，还好有2个女佣在。他们行吗？哎呀 ，of course 啦，他们是经过我训练的，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了。拜托你了，二姐，女佣才刚来没多久就达到国际水准啊，太夸张了吧？一点都不夸张啊！不信我叫他们出来。谢弟啊弟。 Yes, ma'am。哇，二姐，将把刀收好啊！老爸还没走，我们就先走了。是要提醒他们不要随便拿刀子，不要让他看到。OK。哎呀，you two 啊 ，better look after 阿公no，if 阿公mati you both mati 啊。Tama mati. Okay, keep the knife. Hey, hello, not keep in the pocket. 哎呀，keep in the kitchen, keep in a safe place, and put all the dangerous weapons away 啊！Don't let 阿公 find 啊，OK？Hey, go。这就是你说的国际水准，还有什么 body language？ 雅喜，菲利，哎，张先生你好，哎，请坐。雅喜，坐啊。司徒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司徒小姐，最近是不是很忙啊？要不然怎么会迟了呢？路上有点塞车。哦，是吗？不过有来还算是给我面子，就怕有一些人啊，我看得起他，他还摆起架子不睬我呢。有谁这么大胆，不给张先生面子，这么不识好歹啊？你也认为这个人不识好歹？张先生，我今天约你出来呢，主要是想谈谈我们代理权的事。为什么不跟我们公司？对不起，我先听个电话。请便。司徒小姐，你知道吗？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答应我了。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好吗？我都没把话说完，你何必在我面前发脾气呢？菲利这么重用你，不要告诉我是因为你的本事，依我看是因为你愿意牺牲，对吗？请你不要再侮辱我的人格了。还有人跟我讲人格。张先生，你要怎么看我是你个人的事，但是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因素而影响你跟我公司的合作关系。其实要我再和你们继续合作，并不是很难，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肯答应的话，那一切都好谈了。我希望你明白，不是每个人都会为了钱而出卖自己的。你不要再装了，如果你嫌价钱少的话，还是有的商量的。啊，你跟菲利上床要多少，我双倍给你，怎么样？人渣！雅喜，我们走，跟这种人没有什么好谈的。雅喜，为什么受了这么大的委屈都不告诉我？你要我告诉你什么？人家要跟你上床，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难道你要告诉每一个人，让全世界都知道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早点告诉我的话，那这种人渣，我们根本不必再约他出来见面了。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要跟我在一起了。你是害怕别人误会，我们是建立在那种不见得人的关系上，所以才选择分手，对吗？其实你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们要怎么说，让他们去说好了。事情不是这样的。雅喜，不要介意好吗？让我们重新在一起吧。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有些事，我真的是很难跟你说清楚。但是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的。我现在就想明白。那我只可以跟你说对不起。谢谢你刚才帮了我。雅喜，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把你追回来的。姑姑，来了，可以吃饭了。你怕我进去吃的不好，所以特地准备那么多好吃的。菜，你胡说什么？又不是一定会坐牢的。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最清楚了，你不要安慰我啊。只是我们两个人吃，干嘛准备那么多菜啊？我叫学志也一起来吃了。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这些啊，是我买回来给你的。那这里有米啦、快熟面啦、咖啡粉啊、糖啊、牛奶啊。买这么多东西干嘛？我可以自己去买啊。你的手不方便嘛，所以啊，我就先买一些回来咯。你那么省，宁可饿肚子，都不肯花钱买一些吃的用的。我担心我不在你身边，你不会好好照顾自己，所以啊，就特地先买一些回来给你了。嘉喜，姑姑，你不能哭啊！等一下我要上法庭，你哭的话会很不吉利的。哦，不哭，我没哭啊。哎，一定是学志来了。哦，我拿到后面去。来，坐啊，吃饭。好。你们两个干嘛一副苦瓜脸的样子？好像我一去就不回头似的。最多是坐半年牢，我顶得住的。半年说短也不短啊。那就对啦。也许接下来半年呢，我就没有机会吃到那么好吃的菜。所以今天呢，让我好好吃完这顿饭好不好？如果我真的坐牢，你千万不要告诉温温哦。我怕他担心我。你知道他这个孩子了，人小鬼大。我也知道我发生的事情，会不顾一切的跑回来，连书都不肯读的。还有啊，有空帮我回去看看老爸，不要告诉其他人我发生什么事。好，你放心吧，这件事我是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更不会告诉温温的，我真的不会。你干什么啊？哭哭啼啼！现在坐牢的人是我，不是你啊！是啊，不要哭了，你哭对嘉喜很不吉利的。
学子哥，刚才你进来到现在都没有说过一句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啊？我其实，不好了，不好了！哎，大哥，什么事啊？哈？佳琪她因为打人而被判坐牢嘞。大姐坐牢？怎么会这样的？对啊，怎么会这样的？大姐什么时候打伤人的？快说快说！我也是哦。哇，学子，原来你在这里啊！哎，佳琪的事哦，你应该最清楚吗？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哎呦，你要我什么鬼？你看报纸都登出来了嘞。不是说大姐做生意的吗？怎么会在小贩中心洗碗的？啊？是他不让我告诉你们的，坐牢的事，他更不想让你们知道。哎呦，学子啊，我们可是一家人呢，为什么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怕我们瞧不起他，他的个性你不了解吗？哎呀，就算是爱面子，也要让我们知道吗？这样我们可以帮他吗？是啊，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不判都已经判了。阿公，爸的，哎，吃饭了！爸吃饭了。学子吃饭了啦。想不到啊，那个司徒雅喜竟然是这种女人。对喽，看她平时斯斯文文的，居然会做出这种事。都怪汤先生倒霉，要不是因为他，公司就被蒙受那么大的损失了。在这之前啊，我还以为呢，他是靠真本事得到汤先生赏识的人，想不到还不是靠一些女人最原始的本钱。哎，原来呀，他每次执行任务都是靠出卖色相的方法，所以才能签到合约，高招哦。所以我说呢，女人长得漂亮呢，就是有她的好处，东西少做一点，苦也少吃一点哦。那又怎么样？结果还不是上的山多终遇虎，想用美色引诱张先生，结果不成功，害公司啊损失一个大客户。对呀，就算我长得漂亮啊，我也不会出卖肉体，自作贱。难怪你一辈子只做小职员。你还不是一个小职员，说我走啦，在厕所待那么久啊，小心被爆啊你。Mr. 大了，关于那个代理权的事，我希望你不要相信外面那些没有根基的谣言，而决定跟我们公司取消合作关系，好吗？我希望你可以仔细考虑考虑我们过去合作的经验。好，那我等你消息。不过，我希望会是个好消息，让大家继续合作下去。好，谢谢你。再见。找我什么事啊？刚才那通电话，又是打来跟我们公司取消合作关系的。也不是取消，只是考虑取消罢了。都是因为我的缘故，公司才会接二连三失去那么多代理权。不关你的事的。我们公司信誉这么好，跟我们合作过的客户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放心吧。可是失去代理权对公司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谣言止于智者，也不是所有人都会相信的。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会吗？不舒服的话，去看医生吧。我会的，谢谢。爸，我弄了一点东西给你吃啊。你先放着吧。听家福说，刚才你没吃晚餐是吗？不饿就不吃了。一整天不吃东西，那怎么行啊？多少吃一点吧。你先放着，我现在没胃口。哦，那我就放在这儿。待会肚子饿了，记得要吃啊，不要饿坏肚子。我会的。诶，这个女的好像是姑姑啊。
是开颜。原来姑姑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的啊！她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追了，而且她年轻的时候的性格也不是那么贪钱，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样子。那这小女孩呢？嘉熙呀，是大姐。她小时候好可爱哦。是啊，谁也没有想到她长大以后会经历那么多事，而且搞到最后还要去坐牢。你知道大姐坐牢的事了？那天嘉龙来说的时候，我就已经听到了。我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我知道了，你们是怕我担心才不告诉我。对了，你们有没有去看过他？他在里面怎么样？他都不肯见我们。不过听学资哥说，他在里面一切还好。那就好了。那这个又是谁呀？佳琪了。是佳琪吗？他小时候好胖哦。当然胖了，小时候最贪吃的就是他。只可惜，爸，如果有一个小佳琪出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对不对？什么小佳琪？我是说，这张小佳琪的照片可不可以给我啊？哦，当然可以了。你要哪张？这张。谢谢爸。哎，对了，有一张照片你一定要看的。是什么照片呢？这是快乐鱼旧摊位的照片啊，很有纪念价值啊。这是你们阿公和阿嬷当年在咖啡店租了一个摊位卖快乐鱼呢，找朋友来拍下这张照片呢。快乐鱼开始的时候，生意并不怎么好，可是你们的阿公阿嬷始终都没有放弃啊。慢慢的，终于有了起色，最后还开了店。可是，到了最后的最后，快乐鱼竟然毁在他们的儿子我的手上啊！爸，你别难过了，我们不是答应你会重建快乐鱼的吗？重建快乐鱼谈得很容易，唉，要靠你自己一个人，很难的。也不是靠我自己一个人，是靠我们一家人。你不用骗我了，这些儿女，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每一个人都只是说说，在安慰我而已。二姐是因为她有自己的事忙啊，像家父他……爸，你也不要这样说了，这一切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算了，你阿公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把快乐鱼建起来的，唉，你就不要花费这个心思了。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爸，你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成功的。难道你真的想从头开始吗？从头开始？谢谢你啊，拜拜。美丽，哎，雅喜，怎么会来的？生意好吗？好。哎，
先过去那边坐。好。很久没有看到孩子了，我想念他们啊。这些啊是买给孩子的。哎呀，为什么又买东西给他们？不是告诉你不要再买了吗？没关系啦，又不是很贵。虽然不是很贵，也不好意思啊。而且最近嘉龙已经买了很多东西给他们啦。大哥最近常来看孩子啊。那不就好了？哎呀，对了，美丽啊，你知不知道最近的咖啡店有没有摊位要出租啊？对面的咖啡店好像有一个摊位要出租，以前是卖西餐的，现在不做了。那租出去了没有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不过你想要的话，我过去问一问哦。拜托你了。对了，雅喜啊，你想开档做生意啊？不可以吗？可以。想卖什么啊？等时机成熟了再让你知道。到时你需要帮忙呢，记得开口。那个司徒雅喜今天没有来上班啊？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人影啊！我看他是不来了。哎呀，换成是我啊，也不来上班的啦。现在啊，不止整间公司啊，全行人啊都知道她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哪里有脸来上班？是喽。我请你们来是来做工的，不是说人家的八卦的。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如果在公司里面让我再听到一句有关司徒小姐的坏话，我就炒掉谁。谢谢你。我什么都没做到，谢我什么？要的，怎么说你都是在帮我。雅喜，其实你真的不必介意别人怎么说的。要是他们敢再乱说的话，我真的会炒了他们。这又何必呢？大家在公司里工作那么久了，反正以后他们也是没有机会说了。为什么？我今天来是向你递辞职信的。做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辞职？公司最近失去那么多代理权，我的确要负上责任的。不管它是不是谣言，我对公司已经造成了伤害。你说的对，我们之间的事也应该解决的。这个时候离开是最好的。就为了我们的事，所以你要找机会避开我。这不是逃避，大家在公司里每天都会见面的，那何必让大家看到对方的时候那么为难？雅喜，我到现在都还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要逃避我们之间的感情呢？其实我这次辞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一个借口已经够多了。这不是借口，我想重开快乐鱼。什么？你要重开快乐鱼？我要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把快乐鱼重建起来，让它从小鱼变成大鱼。Philip， 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就支持我好吗？我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宣布。哇，你的表情很严肃哎，到底什么大事情啊？我已经决定重开一间快乐鱼了。啊？你真的要开快乐鱼？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雅喜，你筹到钱了？不是，不过我已经算过了，由小做起，不需要投资太多钱的。多少？难道你要像嘎兰古尼一样，到主屋每一层都卖茶鱼啊？当然不是，我已经在附近的咖啡店租下一个摊位，准备重新卖我们的快乐鱼。你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打算？为什么没有让我们早一点知道？因为我知道大家都忙，所以等事情有了眉目才跟大家宣布的。哎，反正你听到吗？我们罗家的快乐鱼要开啦！哎，那好啊。哎，如果到时需要帮忙的话，记得说，我们一定帮你的啊。哎，大家是一家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吗？快乐鱼是大家的，
二嫂，只要你一开口，我就义不容辞，两肋插刀，马上到。那太好了，因为是小本经营，我暂时没有办法出钱请工人，所以我想问大家是否可以轮流去摊位帮忙？轮流去摊位帮忙啊？哇，那雅喜我看比较困难。你也知道，我们女佣代理刚刚才开始，我怕我们根本走不开啊。是啊，我还有交友热线的工作，要挤一点点时间，不知道挤不挤得出啊？对了，二姐，你可以叫你的女佣去档口帮忙啊，就当做是个训练嘛。你要是啊，他们拿的工作只能是做家庭工，万一被捉会被送回国去，而且我们的执照也会被吊销的。反而是你呀，你那么空闲，最适合去档口帮忙的。如果换做前一阵子还可以，可是接下来的时间都不行了，因为我有新的舞台剧要准备，所以每天都要彩排。不过二嫂，等我一忙完之后，我一定帮你的。既然大家都忙，那就算了。我想我一个人也做得来的。雅喜啊，还是我去帮你。哎，法德不行啦，你年纪那么大，而且你刚刚从医院出来，不能够太操劳的。对啊，老爸，你以前在店里的时候都帮不到大妈什么忙，现在你又能够帮到二嫂什么忙呢？我看只是越帮越忙了啦。我只是实话实说嘛。爸，二姐说的对，你放心好了，我想我一个人应付得来的。你一个人怎么应付得来？哎，我们怎么忘记了一个人啊？谁呀？大哥喽。对哦，那他最近帮学子卖锅也卖得不怎么样，哎，找他帮忙最适合了。可是我不知道大哥愿不愿意，因为他整天说他不是罗家的人。切，大哥这个人我最了解，他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你就试试看吧，二嫂，我敢肯定他一定会帮你的。是啊是啊，那只要是你开口啊，他一定会帮的。那我明天就去找他。这很好用哎。法德，你怎么会来的？你不来看我，我不是来看你了。我不是不要回去看你嘞，只是有点不方便呐。什么不方便呢？我都不姓罗了咯。谁说的？大家都认定你是我们罗家的人呐。法德，哇，你这样讲哦，弄得我的眼泪都要飙出来了嘞。有关上一次偷钱的事情，你不要怪老爸，我的确是误会了你。哎呀，我都忘了咯，你还记得什么？那就好。哎，这里生意怎么样？你自己看咯，打苍蝇了。如果是这样，哎，那你回快乐鱼帮忙啊。哇，你讲什么？快乐鱼都没有了吗？你叫我回去。哎，你是不是人家工匠老人痴呆了？你才痴呆啊！你知道吗？雅喜啊，他在咖啡店租了一个摊位，准备重开快乐鱼，那边就需要有人过去帮他的忙。这你早讲嘛！我都讲重建快乐鱼，少不了我阿龙的嘞。真的啊？是，一言为定。我回去帮我就好了啦。让我来帮你啊！不用啦，我自己来行啦。哎，今天第一天开张做生意，就只有你和阿龙，肯定是忙不过来的，还是让我来帮吧啊！谢谢爸。时候不早了，走啊！啊。那这个响了，电话又响了。Hello， 知道了，要去拿鱼吗？醒来了。
再多5分钟了。爸，怎么大哥还没来啊？就是啊，这个时候再不来，我们卖什么给客人？那我打个电话给他吧。快点！大哥电话不通啊。那打给学志问问看。哦。Hello， 学志哥啊，我是雅喜呀。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不过现在应该醒了吧？都已经几点了？哦，我现在已经到了家门口，等我进去看他有没有在，我再打电话给你啊。哦，好。大哥，哎，大哥，大哥，快醒醒啊！已经来不及了。什么？你不是说要到批发商那边拿鱼吗？我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现在已经几点了？7点多了。哎呀，已经是9点半了。9点半！我不记得多没？大哥，大哥，你还没有洗脸刷牙？爸，大哥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啊？我真的开始担心了。嘉龙这个人就是这样，明知道今天第1天开张，也可以这么烂睡不起的。学志哥说他一早就出门了，可是没理由拿鱼拿这么久啊。再等一会儿吧，就快到了。哇！哎，发哥、雅喜，恭喜恭喜！谢谢二姐、姐夫。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暂时没有。大哥呢？还没到？哦，他去拿鱼了，会晚点到。啊，这个时间还没拿鱼过来，多customer要 order， 拿什么东西给人家吃啊 ？Hello， 嘿嘿。哎，美丽你也来了，我有空哦，不就来帮忙喽？哇，连美丽都到了，怎么大哥到现在都还没出现呢？他的事呢，我不知道。哎，大家好。哎呀，祝快乐鱼生意兴隆，100万利。谢谢。好的，我来吧。哎，你们2个怎么了？好像很生疏的样子。哦，吵架啦？哈，菲利，一定是你欺负雅喜了哈。我没有啊。二姐啊，不要乱说话了。我哪有乱说话？你们平时都不是这个样子的吗？生意还好吗？什么生意啦？档口连1片鱼都没有啊！大哥去拿鱼，拿到现在都还没过来呀。都这个时间了，怎么龙哥还没有拿鱼过来啊？我也不知道。老板，哎，陈先生，你好，你好，我今天是特别来捧你们的场的。谢谢。给我2份套餐。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营业，鱼还没有送过来啊。那没关系，我下午再来。我今天一定要吃到你们的快乐鱼。谢谢哈，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哇，法德，有老顾客捧场，那证明快乐鱼有的做哦。爷，你不是吧？才第1个顾客，你就这么有信心啊？哎，当然了，有老顾客捧场啊，证明我们的快乐鱼很好吃啊，哈。哎，说的也是啊。这里吧，不如你先坐一口吧。小姐，我只有2片炸鱼。不好意思啊，你可不可以迟一点再来啊？要迟多久？我们的鱼还没到，可能要等到下午才能做生意。好，要等到下午，那我改天再来好了。哎，小姐，我们下午一定会做生意的，不如你现在 order， 等一下过来拿咯。不要了，谢谢。哎呀，法德怎么办啊？顾客都走光了，大哥到现在都还没回来，他是搞什么鬼啊？拿鱼拿到现在都不过来。我的鱼嘞！我真倒霉嘞！赶快放下一天工作想法，等待你的回是家。
温馨的牵挂。别为受点伤而害怕回家，等待你的会是家，温暖的回答。不管生活多忙，世界多大，想让你忘掉疲劳再出发。回家，把微笑带回家。